今天我们来聊聊一颗西瓜的价差。同一个品种，同一个纬度，同一个夏天，甚至可以说是同一天清晨，被人从藤上剪下来的两颗瓜，一颗进了台湾的果菜批发市场，平均批发价每公斤 17.6 元，一台斤 10.6 元，推估零售价每公斤53元。另一颗躺在河南的甜头，收购价每斤人民币 0.07 元到 0.3 元。最离谱的一笔记录是，有瓜农2200斤的瓜，总共卖了20元。你先别急着笑对面那颗，它一点都不弱。2026年河南的西瓜种植面积扩到300万亩，比前一年多出 22%， 总产量突破1300万吨。全中国每5颗西瓜就有1颗出自他老家。这个第一名的位子，他做了10多年没让过。可为什么偏偏就是这一颗瓜熟成之后没有人来接，最后被整车拉去喂牛、喂鱼、喂猪，而海峡这一边的那颗兄弟车还没停稳就被搬光了。所以这一整件事到底是谁的锅？是天不好吗？是农民不够拼吗？是网友嘴里那个万恶的中间商吗？还是我们的土比较肥，我们的太阳比较会晒？而最可怕的是，这两颗瓜在被剪下来的那一秒，命运其实就已经分完了，可我们连他们是在哪一步分开的都讲不出来。所以这一支我们就干一件事，把这两颗瓜并排摆着，从他们离开藤的那个清晨开始，一小时一小时往下推，一路推到它们烂掉或被吃掉为止，找出那个岔路口。你可以把它想成同一天开局的两个角色，同一张地图，同一个副本，血条却掉得完全不一样快。我先把结论分一半给你，分开这两颗瓜的不是土壤，不是日照，不是谁比较勤劳，是一个听起来一点都不浪漫，甚至有点无聊的东西。而在这条路上，我们也会很不舒服地发现，台湾这颗瓜的体质其实没有我们自己想的那么硬。先讲现象本身，因为现象才是主角。2026年这个夏天，对岸的影音平台跟评论区冒出一大批同一个模子的内容，主题全是台湾的西瓜。那些片子大同小异，都是路边一个卖瓜的摊子，人挤人，搬瓜收钱，前后不到20秒，然后被反复转贴。被转最多的一句留言大意是，这才是把人当人看。这里先把话讲死，免得后面整栋楼盖在沙滩上。目前公开资料能确认的程度，就只有这一类影片在中文影音平台上大量出现，标题结构、剪接节奏、旁白语气高度相似，内容多半是转述网友留言。至于那段卖瓜影片是谁拍的，拍在哪个路口，先在哪个平台红起来，找不到任何可以互相对照的公开来源。那句被转最多的话也一样，查不到原始出处，只活在这一类影片的标题里。所以我们不打算去证明那段影片有多红，真正好玩的是别的事。这股情绪烧起来不是凭空的，它下面压着一组非常具体、非常好查的产业数字，而评论区里被问了几千次的那个问题是真的有答案的。那个问题是这样的，同样的品种，同样的纬度，同样的季节，为什么你们的瓜有人抢着买，我们的瓜烂在地里？把那些评论区翻到底，你会发现讨论其实只绕着3件事在转，而且每一次都绕回同样3件。第一件是价差，最常见的句型是，我们这边甜头收购价1斤1毛多，城里超市卖2块到5块，中间那10几倍飞去哪儿了？这句不是网友编的，它有报道撑着。2026年7月，中国媒体在河南产区的现场报道写得很清楚，普通品种的西瓜甜头收购价跌到1毛多1斤，残次尾瓜整车处理甚至只有7分到8分1斤，品相完好的精品瓜也才3毛到4毛，而城市商超的零售价还稳稳挂在每斤2元到5元。这组数字往评论区一贴，等于直接往油桶里丢火柴。第二件是谁在定价？评论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就是中间商。网友的说法大意是，瓜农连张嘴的资格都没有，收购商开多少就是多少，不卖就烂在地里，因为瓜熟了不等人。这一段要标得清清楚楚，中间商太狠是网友的评论，不是查证过的结论。中国媒体的报道里确实提到压价，但同一篇报道也列出了别的原因，我们不能只挑最爽的那一条讲。第3件才是那句话真正的出处。网友看那段影片看到的根本不是价格，是有人排队，有人搬，有人立刻掏钱，整个过程没有一个人在哀求谁，所以他们羡慕的到底是什么？这题先挂着，答案跟你直觉想的完全不一样。还有一件事不讲会误导人，这种把两岸摆在一起比的影片本身早就是一条成熟的内容产线，同一周你可以捞到10几支结构一模一样的片子，
开头都是对岸网友怎么样，中段都是评论区怎么样，结尾都是全网沉默。这种格式的留言常常是被挑过的，甚至有些根本查不到是谁在什么平台上写的。所以底下那些留言，我们只当成一种现象在描述，不当成民意统计。能拿来论证的，只有双方媒体都查得到的产业数字，这两种东西的分量差很多，你懂我意思吧？好，镜头转回河南，看看那颗瓜的老家发生了什么事。从现在开始，我要给这两颗瓜取名字，不然后面会讲到乱掉。河南田里那一颗，我们叫它黑户瓜，意思是它从出生到死亡，没有任何一张表上有它的名字，没有人知道它是谁种的，哪块地长的，什么时候剪下来的，喷过什么药。台湾这一颗，我们先叫它户口瓜，理由后面才会揭晓。黑户瓜身上有几张表？0张，一张都没有。2026年7月5日，大纪元引述中国媒体的访问，河南开封一位叫刘洋的瓜农算了一笔账，他说一个7、8斤的西瓜只能卖 0.7 元，一瓶矿泉水人民币2元，那一瓶水能换他地里3个瓜。同一批报道里还有更冷的数字，开封周边花50元就能把整车将近1000斤的瓜全部包走，换算下来一斤不到1分钱。到了2026年8月7日，新浪财经一篇长报道又补了几刀。一位50岁在产区做代办的老马说，今年的瓜卖不动。44岁的代办王生说，瓜多的时候价格低到打破历史记录。报道里瓜农对代办讲最多的一句话是，今年不挣钱，今年赔得很。1亩地的收益从2000元掉到最多1000元，而搜狐上那篇产区分析算得更狠，亩均亏损超过1000元，1亩地种1季，血条全空，还倒扣1000，这是多么卑微的存在。那到底为什么会崩成这样？中国媒体自己整理出3条都站得住，而且每一条都在这两颗瓜之间凿出一道更深的岔路口。第一条是抢种，去年行情不错，于是所有人一起冲。河南的面积1年之内拉高 22% 到300万亩，光是中牟一个县，西瓜田就从几万亩扩到10几万亩。大纪元的报道提到，全国面积大约增加了2成。我要给这群人一个称号，他们叫抢种之子。抢种之子的技能只有一个，看到去年的高价就决定明年多种1倍，然后全村一起卷。这个职业在全世界的农业版本里都有开放，台湾也有。等一下你就会看到我们自己的抢种之子有多壮观。第二条是天气。2026年5月到6月，主产区先后被冰雹跟暴雨洗过一轮，日照不够，糖分累积不上去。报道里的数字很残忍，正常应该有12度的甜度掉到6度，等于甜度直接被砍半。甜度一掉，次级品的比例就往上喷，而次级品在一个崩掉的市场里完全没有出路，它连被人压价的资格都没有。旁边桃子、甜瓜、哈密瓜又同期上市，趁你病要你命，需求再被分掉一块。第3条更阴险，是版本更新。今年河南出现一个很少见的状况，大棚瓜跟陆地瓜同期成熟，整体成熟期还提前了7到10天。这代表什么？代表原本错开的2批货撞在同一个门口了。搜狐那篇报道给的量体是，光中牟一个县每天上市量就有大约160万斤，整个河南产区日上市量超过1000万斤。山东、安徽这些邻居的采收期又刚好叠上来。换句话说，全国的抢种之子在同一个星期把所有的瓜推到同一个市场门口一起排队，等于一群人合力把自己的价格踢翻。这个副本的设计本身就是坏的。3条加起来，结果就是报道里那些场面。有瓜农算过，把瓜从田里采出来，搬上车，再出去，这一整套的成本已经高过卖掉他能拿到的钱。既然采了更亏，那就不采，任它烂在田里。也有人把瓜低价处理及养猪户，也有养殖户直接整车拉回去喂牛喂羊。时间往回推1年，2025年5月31日，世界日报报道，广西崇左市扶绥县山雨镇的收购价每斤2毛，有瓜农把成熟的西瓜整批倒进池塘喂鱼。当地一位瓜农说，种植成本每亩1500元，那一季只卖得回500-600元。有人种了200多亩，一季赔掉数十万。那次网络上骂的也是中间商。这里要小心一件事，不小心就会变成造谣。喂猪这件事在传播上杀伤力极强，但它的性质要讲清楚。低价卖给养猪户，整车拉回去喂牛喂羊，是媒体采访到的实际处置，这个没问题。至于宁可喂猪也不卖，这个宁可是外界推论出来的动机，不是瓜农自己说出口的话。真实情况更接近，
卖的价格已经低到跟送人没两样，那还不如省下采收跟运输的力气，差别不大，但讲清楚比较诚实。好，现在最关键的一步来了，你以为黑护瓜的死因是没人买吗？不是，搜狐那篇产区报道里有一个数字，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整个人坐直。西瓜在常温下的保鲜期只有3到7天，另一篇更直接，3到5天内没卖掉就开始烂，也就是说，这颗瓜被剪下来的那一秒，头上就挂了一条倒数计时的血条，而且是不能存档、不能读档的那种。这条血条的参数是老天爷写死的，72小时内没有人接手，它就从农产品变成垃圾。这不是市场问题，这是物理问题。那中国到底有没有东西可以卖？有，而且多到爆。问题是那些东西在离开田之后撑不住。中国自己的产业统计长期指出，生鲜果蔬在流通环节的损耗率大约落在 20% 到 30%， 水果单独看更高，有研究把区间拉到 25% 到 35%， 翻成人话就是大约1/3的水果在采收之后送到人嘴边之前就报废了。同一批资料还提到，中国的果蔬冷链流通率长期不足 5%， 缺乏冷藏设备的生鲜果蔬年浮损率可以冲到 30% 到 40%。2021年，一份被大量引用的估算把总量算出来，中国一年的果蔬损耗量大约1亿吨，换算的经济损失大约750亿元。这几组数字出自中国媒体与研究单位，年份多集中在2019年到2021年之间，最新情况一定有变动。也有资料说，冷链流通率这几年已经拉到30%上下，但量级的落差非常清楚。黑护瓜是在没有人替他按暂停键的状态下，自己跟时间单挑。一颗瓜独自渡劫，能撑几天？3天。3天之后天昏地暗，田里哀鸿遍野，整片瓜田沦为猪圈的自助餐厅。这2颗瓜的差距就是从这里开始拉到，肉眼可见的。好，讲到这里，那个要命的误读就得处理掉了。看那些评论区，第一直觉一定是对岸网友羡慕台湾瓜农赚很多，可是我们把台湾的账本摊开来，你会发现完全不是这样。农业部的西瓜产业资料里有一组参考值，台湾西瓜的产地价每公斤 11.4 元到15元，平均生产成本每公斤 6.3 元。这组数字年代较早，只能当量级参考，不能拿来对应今年。但就算照这个量级去算，台湾瓜农也绝对不是什么暴利行业。再看整个产业的规模，很多人以为西瓜在台湾是个大产业，一查吓一跳。近10年，台湾西瓜的种植面积大约12000公顷，年产量约26万公吨，每公顷平均约20公吨，年产值大约25亿元，只占农产品生产总值1718亿元的 1.46%。最大产区是花莲县2404公顷，接下来是台南、云林、屏东、彰化，主要产期集中在4月到7月的第一期作，大约占 62%， 里作大约1500公顷，而且只能作在云林以南， 1.46%。 这个数字放在整个农业盘子里，基本上就是在打酱油。所以答案很清楚了，对岸网友羡慕的从一开始就不是价格。户口瓜的主人没有在发财，也没有开挂，他只是没有被逼到墙角而已。这2颗瓜比的从来不是谁比较会种，他们真正羡慕的是那段影片里没有被拍出来的东西。那颗瓜被搬上车的时候，他已经有人负责了。他在田里的时候有人负责，离开田之后有人负责，出了事找得到人负责。价格只是这件事的结果，不是原因。一个没有人负责的商品，价格一定会被压到见底，因为压它的人不用付出任何代价。为什么敢那样压？因为他可以。为什么他可以？因为那颗瓜没有名字。那台湾这套让瓜有名字的东西到底长什么样？答案是产销履历。户口瓜之所以叫户口瓜，就是因为它有户口。产销履历是一套自愿性的农产品验证制度，它的核心不是好吃，不是漂亮，是把一批农产品绑定到一块具体的田跟一个具体的人身上，而且这个绑定是外人可以查的。它靠3根柱子撑着，第一根是资讯公开可追溯，每一批通过验证的产品都带一组追溯码，消费者在官方网站输入这组码，或直接扫包装上的2维条码，就能查到生产者是谁，产地在哪里，这一批的生产记录长什么样。第2根是台湾良好农业规范，也就是 TGAP， 政府定的作业标准，管用药安全、食品安全、环境保护跟永续生产。第3根是第三方验证，由独立的验证机构去查核生产过程，
3根柱子，少一根这套就塌。真正让它长出牙齿的是后面的机核设计。通过验证的经营者必须把生产记录登录到官方的资讯管理系统里，这份记录是要被人看的。验证机构每年至少做一次定期追踪查验，主管机关另外还可以随时抽样检验。如果走的是团体验证，还要有一个管理中心负责整个团体的品质管理系统，每年至少对所有成员做一次内部稽核。翻成人话就是，记录写完不是结束，是每年都要被开箱一次。验证方式分2种，这一点常被忽略，但它决定了谁进得来。一种是个别验证，农民自己一个人申请，自己一个人被查，等于单刷。另一种是团体验证，由一个管理中心统筹，把底下的成员一起带进来，那叫组队。团体验证是很多小农唯一可行的路，因为整套文件跟稽核成本一个人根本扛不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台湾的履历验证很多挂在农会、合作社或产销班底下。那串码实际怎么用，多数人买了一辈子水果都没查过。输进官方网站，跳出来的是这一批货的生产者、产地、验证机构，还有生产过程中登录的记录。而这些记录不是农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因为它会被稽核比对。所以那串码真正的功能不是给你看，是让你随时可以去看。这个随时可能被看的状态，才是逼所有人守规矩的力量。那到底有几个人真的扫过那串码？不知，绝对不知道。把这几层叠起来，结论就一句话：这颗瓜出事，找得到人。也要说一句公道话，不然就变成双标。中国不是完全没有制度。农业农村部在2019年4月就发过通知，要求全面推广应用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2021年8月又印发了《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化追溯管理办法》试行版。追溯的基本指标包含生产主体、生产基地、产品品种、数量、采收时间、检测资讯。那为什么黑护瓜身上什么都没有？这一点无法用单一报道下定论，公开资料只能确认到制度写下来了。至于它有没有真的跑到每一块田、每一车瓜身上，那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我们不猜。制度写在纸上是一回事，长到瓜身上是另一回事，这中间的距离刚好就是黑护瓜跟户口瓜之间的距离。出事找得到人，听起来很平常，对吧？可它就是整条产业链的定价基础。对通路来说，收一批来路不明的农产品，最贵的成本从来不是进货价，是风险。万一验出农药超标，万一有人吃出问题，下架、回收、赔偿、商誉全部自己吞。可是当这批货带着追溯码进来，责任归属是清楚的，通路知道自己不是在单独扛一个看不见的黑洞，风险可以被计算，价格才谈得下去。所以那个岔路口在哪里？不在田里，在那张表上。黑护瓜跟户口瓜是在有没有人肯签名的那一秒分开的。制度只是第一段路，瓜离开田之后还有第二段，这一段更硬。第二段是分级、预冷跟冷链。西瓜这种东西采下来就开始跟时间赛跑，糖度会掉，水分会散，碰撞会烂。分级的意思是出货前就把大小、外观、品质分开，让每一级走它该走的通路，而不是全部丢进同一个篮子拼运气。预冷的意思是采收后用最短的时间把果实里的田间热抽掉，把生理活性压下去。冷链的意思是从预冷、贮藏、运输到卖场，全程不断链。讲白了，这一整套就是在帮那条倒数计时的雪条踩刹车。黑护瓜身上没有这套设备，所以它的雪条是全速在掉。这件事的效果有多大，看一个案例就懂。2020年2月，自由时报报道，云林麦寮的蔬菜产销班在农委会辅导3年之后，用采收不落地加上真空预冷，再结合冷链，把每生菜的贮藏时间从20天拉长到28天。一个货柜20公吨直接卖去沙乌地阿拉伯。这个班的栽种面积350公顷，200多位农民，年产量1200公吨，产值超过2亿元。多出来的那8天就是通关中东这个隐藏副本的门票。一批菜靠真空预冷原地飞升，没有那8天，它连上船的资格都没有。台湾自己的损耗数字也放在台面上，公开资料指出，多数农产品在驻运过程的损耗常常高达 15% 到 25%， 部分品项在运销过程接近30%。所以农业部才会推荐购农产品冷链物流及品质确保示范体系这个计划，规划在重要蔬果产区建置8处多功能区域冷链物流中心。另外对台北、三重、
板桥、台中、西螺、高雄、屏东这些果菜批发市场做设备升级，目标写得很明确，有效减少目标品项整体产销供应链损耗 10%， 有效延长储价寿命 50%。 这个计划从2021年推到2024年，行政院的预算规模是126亿元。把这组数字对照前面那个冷链流通率不足 5%， 两颗瓜的差别就整个摊开来了。差别不在谁的土比较肥，也不在谁的农民比较勤劳，是在瓜离开田的那一刻起，有没有一整套设施跟一整套记录接手。现在如果让你登入这个副本3选其一， A. 当河南那颗黑护瓜1斤7分钱整车被包走， B. 当广西那颗被倒进池塘喂鱼的瓜，至少鱼很开心， C. 当台湾这颗户口瓜一台斤 10.6 元有人抢着搬，你选谁？想都不用想，没人这么找虐吧。可接下来这一段是这一支最不讨喜的部分，因为户口瓜的这张入场券不是免费的，也不是每个人都拿得到。先讲钱，产销履历的费用分2块，一块是每年要缴给验证机构的，包含资料审查、稽核、检验费、证书费这些，另一块是农民自己额外要吐出来的成本，包含登录记录用的电脑设备、出货列印标签的条码机跟耗材，有人专门帮忙登打资料的人力，还有为了维持规范持续烧掉的管理成本。政府有补，依照民国113年8月订定的产销履历农粮产品验证费用补助方式，农药残留检验每件补助上限4500元，重金属检验每件上限6500元。补助的算法是通过验证部分合计的2/3，补助项目包含验证费、检验费、交通费、住宿费跟证书费。另外在环境补贴上，公开报道提到基础补贴每公顷15000元，升级版每公顷25000元。可是钱往往不是最大的门槛，时间跟习惯才是。上下游新闻做过一篇很扎实的报道，把小农卡在哪里讲得很白。登录记录要用电脑，年轻农民还能应付，很多田里功夫一流的老农根本不打字。嘉义县青农联谊会前会长陈玉琪说，农民时间有限，经常要跟太阳跟月亮赛跑。新社果菜生产合作社理事主席李庆国则说，系统周末维修的时候，电脑画面会一直转圈圈，叶菜出货就卡在那里。你想象一下那个场面，一个人刚从田里回来，全身湿透，天要黑了，明天早上还要出货，他现在要坐下来对着一个转圈圈的网页登打，今天喷了什么药？谁不想直接躺平？规模这件事也很清楚，根据农粮署统计，截至民国113年7月，全国通过产销履历验证的经营家数是5631家，验证面积102899公顷，另外还有39454个封箱。拆开来看，稻米类963家，42952公顷；水果类2006家，9114公頃；蔬菜类1642家，14886公顷；杂粮及特用作物691家，34623公顷；茶叶类222家，1324公顷；水果类2006家。这个量体放进整个台湾的果农群里，不是压倒性的多数。愿意进来的通常是有一定规模、有固定通路、有能力吸收管理成本的经营者。真正的小农、老农，种一块地自己再去市场卖的那种，很多还在门外站着。而且这里有个更尴尬的事实，产销履历是自愿性的，不是强制的。没有这张验证，农民照样可以合法卖瓜，只是不能宣称自己有履历，也不能贴那个标章。这代表制度不是靠罚则把人赶进来，是靠市场的差别待遇把人吸进来。那如果市场没有给差别待遇呢？那这套设计就会空转。农粮署企划组组长林玲娜在上下游的报道里讲得很坦白，影响农产品价格的因素很多，外观、验证都算，产销履历只是其中之一。农粮署很难要求连锁通路直接提高验证农产品的收购价，所以请不要把产销履历理解成一张保证获利的支票，它给的是一张入场券，让你有资格坐上谈判桌而已。做的人多花了成本，却没多拿到钱，傻子才继续做吧，久了他就退出去混吃等死，那条路就会慢慢长草。还有一个常被混用的东西也要分清楚，生产追溯跟产销履历不是同一件事。生产追溯是登记生产者资讯，让人知道这是谁种的，产销履历比它多了一整层，
第三方验证跟 TGAP 规范，门槛高很多。市面上两种标识都存在，看起来都有一串码，但背后的积和强度差很远。买的时候如果不分，制度给出来的讯号就会被稀释掉。好，接下来这一段我如果不讲，这一支就变成宣传片了。台湾自己也崩过盘，而且崩得非常难看。最近的一次就在今年2026年6月，香蕉的产地价出现雪崩。屏东新闻在6月4日的报道里写，屏东县长治乡的上品 A 级蕉产地收购价每公斤只剩8元，次级 B 级蕉每公斤3元，而生产成本大约每公斤25元。TVBS 的报道把落差算出来，去年产地价一度冲到每公斤150元的天价，今年掉到8元、9元、10元的个位数，跌幅大约4%到5%。同一则报道提到高雄美浓的蕉农说，香蕉常态肥还没人要收，卖越多赔越多，蕉园里有部分香蕉被割下来之后直接丢在地上烂掉。看到这里你应该有既视感了吧？去年高价，今年强种，今年崩盘。台湾的强种之子跟河南的强种之子用的是同一套剧本，连台词都差不多，同一个副本换张地图重开一次而已，而且这也不是第一次。2018年南台湾的香蕉一度跌到每公斤1元，当时的说法是10公斤香蕉才换得到1个茶叶蛋。蕉农杨胜祥说，前一年的高峰是每公斤120元。同一年凤梨也崩，高雄大树果树产销班第2班班长杨以资当时说，那是20年来最惨的一次，主要原因是外销需求少掉1/3。所以话要讲到位，台湾到底崩在哪一段？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政府应该保价收购，这个想法可以理解，但长期来看它会制造更大的坑。保价收购等于政府替市场架了一块地板，农民看到有地板，抢种的诱因不但没降，反而更强，因为往下摔有人接，结果是明年的面积更大，要收购的量更多，财政压力越滚越大，而真正该调整的产量从来没被调整过。这个循环台湾在好几种作物上都走过，崩在最前面那一段，也就是决定要种多少的那一段。产销履历管的是记录跟责任，分级管的是品质分流，冷链管的是离开田之后的时间，这3件事都很重要。可是他们没有一件挡得住一群强种之子在看到去年高价之后，同时决定明年多种1倍。台湾跟中国在这一段得的是同一种病，价格讯号永远慢一拍，农民看到的是去年的价格，种下去的是明年的产量，中间隔了一整个生长季，等到收成，市场已经换了一个样子。这不是谁比较笨，是这个副本的机制本身就有 BUG， 而且两边都没有补丁。西瓜自己还有一个更脆弱的地方，台湾的鲜食西瓜几乎不外销，因为生产跟驻运成本的关系，只有零星出口。农业部的资料写年平均大约60公吨，出口值100多万元，主要去新加坡、香港跟加拿大。相比之下，西瓜种子的外销还比较威风，年约30.8公吨，贸易额1亿多元。卖种子比卖瓜赚，这件事本身就很有势。它代表什么？代表台湾西瓜的命运几乎100%压在内需市场上。一旦国内同时盛产，连一个泄压的出海口都没有。今年香蕉怎么崩的，西瓜哪一年也可能照着走一次，而且会崩得更快。因为西瓜的血条本来就比香蕉短，所以这整件事的结论不是台湾赢了，也不是台湾的农业没有问题。户口瓜这一局过得去，不代表下一局过得去。这2颗瓜随时可能换位子做。被羡慕的从来不是那颗瓜，同样的品种，同样的纬度，同样的日照，两边的田能长出来的东西差距没有大到需要惊叹。真正被羡慕的是户口瓜背后那套规矩，是这颗瓜从离开田的那一刻起，有一张表在记它，有一个人的名字挂在它上面，有一家机构每年至少来查一次，有人在出事的时候必须站出来，有人负责，通路才敢谈价，通路敢谈价，农民才有议价空间，农民有议价空间，才不会被逼到宁可让瓜烂在地里。这2颗瓜的岔路口就在这一串因果的最上面那一格。可这套东西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会自己活下去，它靠2件事撑着。一是农民愿意花时间去写那些没有人拿刀逼他写的记录，二是买的人愿意为这件事多付一点点。第2件其实比第1件更要命，因为只要消费端整个装死，通路就没有理由给议价，这张入场券就会变成一张废纸。那串码要活下去，靠的不是农民多会种，是有没有人在结账前多看他一眼。看的人够多，户口瓜才会继续是户口瓜。
看的人不够多，黑户瓜的剧本我们也演得起来。一颗瓜的价差从来不是在市场上决定的，是在有没有人肯替他签名的那一刻就决定了。而我们现在唯一比较确定的事情是，那2颗瓜真的是同一天被剪下来的，一颗进了冷链，一颗进了猪圈，中间隔的距离可能就只是一张没有人想坐下来填的表格。真正该问的问题也不是他们为什么那么惨，是我们身上这张表还撑得住几年。而明年这个时候，照强种之子的传统，又会有一整批新的瓜在同一天被剪下来，到时候谁进冷链，谁进猪圈，现在还没有人知道。